这是人类迁徙史上最残忍的空难，一枚小小的按钮将5000人瞬间发射进太空，让他们在无尽深空中漂流，慢慢等死。2174年，地球已经濒临破碎，万幸人类找到了新的宜居星球，于是精选出6万名男女，装进太空船上的催眠舱，只保留飞行小队轮换休眠，以保证地球最后的文明能安全抵达新星。但这却有一个致命问题：长期休眠会导致各种后遗症。人格分裂、失忆、思维重组，他们被统称为深空失忆症，这就是空难的始因。空难发生后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伴随着一阵疼痛剧烈的挣扎，男人从休眠舱惊醒，根据手臂编号，他确认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位，这才发现飞船能源供应出了问题。漆黑中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时飞船一阵剧烈晃动，另一个人也意外醒来，是自己的队长。两人合计怎样逃出密闭驾驶舱，重启反应堆。队长命令男人带好通信设备，爬进输线管道，管道越爬越窄，燥热难忍中，男人慢慢察觉不对。他挣扎着抽出荧光棒一看，看来有人也想从这儿逃出，却没自己这样好运。刷出去后，通信器没了信号，而荧光棒的照射范围也有限，面前逐渐出现一个黑色轮廓，是队友吗？男人还没缓过神，就被猛然窜出的女人摁在地上，刀锋抵在喉咙，他大气都不敢喘，跟随女人警惕的眼神看向后方，一团诡异的蓝光慢慢迫近。再回头时，女人不见了，他究竟在怕什么？一道惨白身影瞬间闪过，这东西扑在那具尸体上，随即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咀嚼声。男人转头就跑，藏进了黑暗的角落，直到外面再次沉寂，他大着胆子一点点看出去。此时意外发生了，通讯器竟然恢复正常，紧紧捂住通信器，直到蓝光渐渐消失。突然，一柄长矛冒出，带着插出的猎物重回黑暗。随着怪物消失在通道，一只脚出现在通道口。原来是男人利用通道里的尸体做替死鬼，这才逃过一劫。队长为他设计好路线，想要重启电源，就需要横跨整个飞船。男人打开武器柜，拿出武器继续向前，可没走2步，又是一具尸体。吊着尸体的钢索延伸至头顶，这明显是个设计好的陷阱。那猎人是谁？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右耳尸体居然睁开了眼睛，来不及思考，男人快速救下他。没想到他非但不感恩，反而匆匆把机油涂满全身，遮掩气味，涂完扭头就跑。怪物再次袭来，两人躲在舱底不敢呼吸，一根熟悉的飞梭把那人提在空中。原来陷阱就是这帮怪物布下的，他们的智商丝毫不低于人类。男人抬手就是一炮，这炮没打中不要紧，却惊动了怪物首领。现在男人终于看清怪物的全貌，首领带着小弟们一路追杀，男人慌不择路，掉进了怪物布好的陷阱，再次失灵。这艘飞船搭载着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外表看上去坚不可摧，可里面却早已是人间地狱。看着怪物要把男人拉进口中，一柄利刃飞过，救下了男人，随即利落切断门锁，隔断怪物。这近乎本能的求生方式惊呆了男人。刀男出示手臂印记，原来他也是机组飞行员。两人结伴去反应堆，路上遇见了黑暗中的女人。女人确认两人是机组成员后，直言他们走偏了，自己可以带路。可蓝光再次迫近，男人掩护女人打开一道门，里面装载的竟然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。女人就是基因库保管员，她拿出蚂蚱给男人充饥，看得刀男直犯恶心。如果不重启反应堆，那这些基因也会逐渐死亡。三人结伴同行，路上的休眠舱已经空了，怪物竟然把这些休眠舱当成了餐厅。进食时间到了，两人躲进废水坑，里面肮脏腥臭，全是人类残骸。强忍着恶心，等怪物离去后，慢慢爬上坑壁，却没想到角落里还有一只怪物，把男人踹飞，巨大的冲击力把男人钉在墙上，转身就要拧下女人的头。电光石火间，男人脑海中响起一声呼唤，他猛然抱起和怪物死命搏斗，奈何根本不是对手。万幸刀男及时赶到，三人合力把怪物绞杀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战胜了怪物。可高处的角落里，怪物首领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，他挥击铁棒集合了怪物大军。几个人在逃跑途中，一只休眠舱开启，那人刚刚转醒，瞬间就被怪物大军淹没。而队长这边不断在通讯器里呼喊男人，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。驾驶舱里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，角落里的异响格外明显。他揣着铁棒慢慢逼近，看着眼前黑漆漆一团的线管，里面竟然钻出了个浑身机油的菜鸡。可这个菜鸡明显不对劲，刚刚吓成那样，
现在又是一脸阴险的笑。队长问他：“你的队友呢？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他们得了深空失忆，全都疯了。我为了自救，只能杀了他们。”说的好听，队长悄悄去拿了镇静剂，可柜门一开， What do you think you're doing? 菜鸡变得越来越诡异了。男人这边，三人合力逃出重围，却意外碰见一个老头。老头已经不记得自己醒了多久，但他知道怪物是怎么占领飞船的。原来飞船离开地球后，地球上的人类为了争夺资源，发动了核战争，直接把地球给炸了。当时值班的机组成员目睹一切后精神崩溃，其中一个竟然杀死了队友，随意唤醒了无数个休眠舱，把这些人驱赶进一个密闭舱室，看他们在黑暗中互相残杀取乐。这些人在上千年的厮杀中渐渐变异，最终成了现在的怪物，而他自己则再次休眠。这个疯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队长救下的菜鸡。他劝队长尽早离开飞船，已派出的小队根本无法穿越怪物群。而队长坚信男人可以重启反应堆，拯救全人类。两人在争执中扭打起来，打斗中菜鸡不停喊叫。队长不是对手，枪口离他越来越近。此时，诡异的一幕出现。队长和菜鸡厮打在一起，他们的手臂竟然离奇重叠，队伍编码完全一致。菜鸡到底是什么人？镇定枪打入队长体内，镜头拉远，驾驶舱里哪有什么菜鸡？那根本就是队长分裂出来的人格。如果现在主导身体的是菜鸡人格，那三人小队所有的努力就彻底完蛋了。跟随老头指引，三人终于走到反应堆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密密麻麻的怪物聚集在一起。因为反应堆温度适宜，怪物们本能地把这里当成了禅房。男人用机油涂遍全身掩盖气息，在肮脏黏腻的怪物中寻找操作台。老头一不小心手抖，电筒掉进怪物群，怪物们瞬间苏醒，齐刷刷扑向男人。刀男扔下铁板，呼喊着将大部分怪物引出反应堆。一路的斩杀之后，一只又有怪物出现，刀男抬手就要刺，但小怪物天真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刀男心软了，渐渐放下了匕首。由于大部分怪物被刀男引走，男人终于有时间重启反应堆。随着能量柱把下方一切烧为灰烬，他大脑最深处的记忆也逐渐恢复。他警惕地跑进驾驶舱，逼问出队长的真实身份。队长，不对，你应该叫你疯子。没想到疯子淡定打开飞船天幕，外面一片漆黑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，所以重启反应堆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等死是人类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。疯子丝毫不后悔自己犯下的罪行，还给男人洗脑。现在飞船就是属于咱俩的末日王国，玩吧！什么狗屁逻辑！男人一怒之下拔了疯子的舌头，女人却突然发现不对劲，原本外面的漆黑深空竟然出现了各种奇妙的深海生物。打开飞行日志，他们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早在800年前就已经抵达这里了。但因为系统被破坏，导致所有人都在海底沉沦了800年。看到这一次，男人的深空失忆症再次发作，竟然把仪表盘看成了食人怪，一炮过去，仪表盘被炸得稀碎，崩飞的碎片击中了舱盖，细纹像蛛网一般迅速铺开。男人瞬间清醒，在水流冲出的最后一刻，拉着女人跑进休眠舱，启动了所有舱室的弹射系统。海水迅猛的漫灌，一点点淹到头顶。舱盖外还有随着水流乱窜的食人怪，他把呼吸器摁在女人脸上，小小的休眠舱急速飞向海面，他们终于成功。而加上他们当年进入飞船的6万人，此时仅剩1000人了。